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的活，却又不爽爽快快的死？不生不死，蛰伏着有什么意思？长辈在过年的时候经常发出一声感叹：哎，一年又过去了。这是在提醒晚辈珍惜时间吗？还是在展望美好的未来呢？好像都不是，似乎是一种能吃饱饭，把日子过去就行的无奈和麻木。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婚姻的意义就是搭伙过日子。过日子这个文化基因就很有意思。前些天呢，读到费孝通先生一篇短文《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》，分享给大家。我时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的活，却又不爽爽快快的死？不生不死，蛰伏着有什么意思？当我耳边听到大家都在说过年时，才恍然领悟了我们古老文化中成故事的积这个牢不可拔的过渡心理。在日常用语中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我们似乎很认真地把这个担子看成了无可奈何的累赘。做人是一项责任，是一种不必有权利的义务。开头灵魂拷问问出了当时国人的普遍生活状态：忽略精神，沉默麻木，过一天算一天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能活着就行。于是费老写道每过一年不免自相庆幸，好像远征队伍又攻克了一个城市。接着费先生探讨了人生的意义，他说 Enjoy life 这一句是译不出来的，它不易为中国人所了解。在这个悠悠无垠的大宇宙里，怎样的侥幸，而我有着瞬息的存在，只要能在这瞬息的存在中充充分分地活它一下，也就不辜负上帝给我这一点恩惠了。要是在这一生虽有了做人的机会，而并没有痛快地做个人，不是一件最可遗憾的事情吗？以上呢是费先生对生命意义的理解。接着费先生结合实际剖析了国人的过日子心理逻辑。他们既不是厌恶人生，甚至也不能说对人生有什么消极的反应。他虽不责对光明的来日绝望，但却并不积极地去追求。过日子不是消极，而是被动。年来了就过，节到了就过节，孩子出生了就养孩子，既不积极的求，却又不消极的避。中国人讲顺，就是接受一切，不择地择时，更不择命。我们可以看孩子们不断入世，弄到穷无立锥之地，既无柏拉图之理想国，亦无但丁的地狱，有的是一堆过不完的日子，一年一节的度过，自己辞世了，儿子们随着再过。接下来费先生做了总结，不能痛痛快快的活，不如爽爽快快的死。哪一天中国人能了解了这句话，他才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。朋友，生命不应叫岁月来消磨，是要我们去消受的呀。这段话充满了力量，8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读来仍然充满了劝勉和警醒意义。其实这种日子人在今天也不在少数。想那么多干嘛呀？能吃饱饭就行啦，关我屁事啊！能把日子过去就行啦。费孝通时期的国人普遍生活状态是麻木不仁，不痛不痒，马马虎虎，得过且过，稀里糊涂，被动承受年岁，过一天是一天，能把日子过去就行了。一方面呢，他鼓励战乱当中的国人奋起反抗侵略者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激励人们扛起存在主义式的大旗，主动选择生活，改造世界，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这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也同样有着强大的激励作用。这篇文章的完整版我会贴在评论区，有兴趣可以去观看。拆解一篇文章是我尝试的新类型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